你每一天就打它就凶它，你看它看到你就害怕。金毛被老人用铁链锁在笼子6年，整整6年都没有出来活动过，每天被关在这狭小的笼子里，没有自由，不仅吃不饱穿不暖，还经常遭到老人打骂。好心的小姐姐投喂金毛，却遭到老人驱赶和恐吓。老人为何要这样对待狗狗呢？这只金毛生活在工厂里，小姐姐也是无意间发现的这只金毛，只是经过她长期的观察，这只狗狗每天似乎都被关在这铁笼子里，光是将它困在笼子里还不够，还要用一条铁链将金毛锁住，防止它逃跑。这个老人就是工厂的保安，据说这只金毛是工厂老板养的狗，现在都是老人在看管。小姐姐从没见过工厂的老板，每次来这里投喂金毛的时候，她都趴在笼子里一动不敢动，老人从来没有给她喂过新鲜的食物。铁笼周围只有一些残羹剩饭，可怜的金毛连新鲜的水都喝不上。即使是这样，小姐姐每次来投喂金毛的时候，都会遭到老人的阻止和呵斥。金毛只要听到老人的斥责声，就趴在地上一动不敢动，用一种无助又自责的眼神看着小姐姐，似乎知道是因为自己，小姐姐才遭到老人呵斥。小姐姐曾经不止一次地告诉老人，如果实在不想养，可以将它送人，没必要这么虐待它。然而老人却说自己已经养了它5、6年了，也就是说，在过去的5、6年中，这只小狗每天都是在笼子中度过，它已经看不到一点希望了。老人自己不愿意喂养金毛，还要阻止好心人喂养。第二天，小姐姐带着食物来看望金毛，金毛在看到小姐姐的一瞬间，眼睛都亮了起来。由于无法直接进入工厂，小姐姐只能隔着围栏投喂金毛。金毛显然是饿坏了，大口大口地吃了起来，在这中间不敢发出任何一点声响，稍微一点动静就会引来老人。显然，小姐姐不是第一次投喂金毛了。金毛每次都会遵守约定，尽量不让自己发出声音。然而这边的动静还是引来了老人。金毛才刚吃了3块肉丸，就飞快地躲在了笼子里，头都不敢抬起来。而老人则是在一旁破口大骂。小姐姐解释说自己只是怕它饿坏了，这才想着给它投喂点食物。地上的食物经过雨水的冲刷，看起来毫无食欲。而老人只是一味的责怪是金毛自己不愿意进食，他提前准备了食物。在老人的驱赶下，小姐姐只好暂时离开，下次再找机会投喂金毛。到了第二天，放心不下的小姐姐还是准时出现在围栏外。她惊喜地发现关着金毛的笼子突然打开了，狗狗可以在外面活动。小姐姐给她带来了狗粮，狗狗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。就在金毛进食的间隙，小姐姐在工厂内四处张望，这时候才发现工厂里似乎已经没有人了，没有人会管金毛的死活，这让小姐姐伤心又气愤。金毛永远都被关在笼子里，即使能出来活动，脖子上也都套着铁链，铁笼中没有任何遮挡物，遇到下雨天，金毛只能独自忍受寒冷。让人不解的是，老人并不喜欢这只金毛，也不愿意喂养它，却不愿意将它送人。小姐姐不止一次地提出自己愿意收养这只金毛，花钱将它买下来也可以。金毛的眼中总是充满祈求，像是在祈求小姐姐带它离开这里。然而小姐姐每次都遭到老人的拒绝和驱赶。有时候老人看到金毛吃小姐姐投喂的食物，除了口头上的教育之外，还会将金毛拖出来教训。小姐姐看金毛实在可怜，于是决定为它做点什么。这天，小姐姐特意带着礼物上门，希望能和老人谈一谈，问问他是否可以将金毛交由自己抚养。然而小姐姐刚一开口就被对方打断，情绪非常激动，甚至对着小姐姐破口大骂。小姐姐只好先行离去。由于语言不通，到了第二天，小姐姐带了位当地的朋友再次上门找到老人，这次却得到一个不好的消息，金毛被送走了。没有人知道金毛被送往了什么地方。老人说这只金毛是工厂老板养的，根本不可能卖，让他们赶紧走。小姐姐却不想放弃，提出自己可以和老板商量。当然这次依旧遭到了老人的阻止。小姐姐一瞬间感到非常迷茫，除了老人之外，没有人知道金毛如今在哪里，更不知道它是否安全。小姐姐只希望金毛能获得自由，这种犬类本身就喜欢自由，而这只金毛却被关在笼子里6年之久。虽然不知道它现在在哪里，但小姐姐还是希望它平安健康。